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鬼谷子到底看见了什么？战国最神秘人物，或曾接入外星预测系统。如果我告诉你，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可以提前知道战争的结果，操控诸侯的决策，甚至预测未来的走势，而他所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来自一套不是人类创造的系统，你会相信吗？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在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时代，有一个几乎不在正史中留下清晰踪迹的人，却在后世的权谋、纵横、兵法与心术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影子。他便是鬼谷子。史书对他的记载少得可疑，只言其隐居于云梦山鬼谷，收徒授业，却教出了如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样的改变历史进程之人。而奇怪的是，这些弟子所掌握的能力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认知范畴。他们不仅精于言辞与谋略，更像是掌握了一种对人心、局势乃至时间节奏的预测技术，就像能提前洞察未来的走势。这一切都让后世学者隐约怀疑，鬼谷子所传授的或许并非单纯的人类智慧。故事要从楚国南境的一处被称为断云岭的地方说起。那是一片常年云雾缭绕、磁石遍布的山脉，当地猎户世代流传着一个禁忌，说山中某处夜晚会出现无火之光，似星非星，悬于林间，有时甚至会发出低沉如鼓的回响。公元前378年，一名名为王许的青年在山中失踪7日7夜，再次出现时，他的眼神变得极为冷静而深邃，对周围一切就像早有预知。这个人后来便被称为鬼谷子。有人说他在山中遇见仙人，有人说他误入古代遗迹，而根据后来苏秦留下的一段隐秘手札推测，王许当时极可能进入了一处远古结构，那结构并非天然洞穴，而更像是被精密切割过的空间，内部墙体光滑无比，甚至能够反射微弱的光线。苏秦的手札中曾记载一段极为关键的话：师言此地非山，乃壳也，壳内有脉，脉通天机。这句话在传统解释中被认为是隐喻天地运行之理，但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壳或许指的是一种封闭结构，而脉则像是某种能量或信息传输系统。更令人震惊的是，手札中还提到鬼谷子曾向弟子展示过一种观心不扬手之法，既不通过天空，而直接在某种器物中观察星辰轨迹变化。这种描述与现代对全息投影或模拟天文系统的理解极为相似。鬼谷子的教学并不以书简为主，而是通过一系列被称为演局的实践来完成。他会让弟子在限定时间内预测一个国家的决策，一个君主的心理，甚至一场尚未发生的战争结果。而这些演局所依据的并非单纯经验，而是一套被称为试举的系统。所谓试举，在鬼谷子残篇中被描述为以试为精，以变为伪。若用现代语言解释，更接近一种基于变量与趋势的动态推演模型。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模型的复杂度远超当时数学水平所能支撑。更诡异的是，孙膑曾在齐国时期私下对田忌说过一句话：吾师所教，不在兵在时。这里的时并非单纯的时间，而更像是一种节点，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会引发连锁反应的关键点。而孙膑能够在桂林之战与马陵之战中精准把握敌军行动，甚至利用减噪计操控庞涓心理。这种能力若单纯归因于智谋，显然过于简单。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提出一个大胆假设：鬼谷子所接触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仙人或隐士，而是一种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可能以某种方式记录了人类行为模式、社会运行规律，甚至自然变化趋势。而鬼谷子通过某种方式接入了这一系统，从而获得了远超时代的认知能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的思想体系中既有极端理性的分析，又带有某种近乎冷酷的概率思维。在张仪晚年的一封密信中，还提到一个更为惊人的细节。他写道：师常言，人之所见不过曾隐，其后尚有3重，若能越隐而观，则天下无觅。这里的曾隐，如果从现代角度理解，或许可以类比为信息层级或维度结构，而越隐而观则像是突破某种认知限制的能力。这种说法与现代关于多维宇宙或信息维度的理论产生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呼应。然而鬼谷子并未将这种能力广泛传播，
他对弟子的筛选极为严苛，并且每人所授内容各不相同，就像在刻意避免某种知识的集中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在控制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一旦这种预测与操控系统被滥用，整个社会将不再依赖自然演化，而进入一种被人为操控的轨道。故事的转折出现在他晚年，据传鬼谷子在某一夜突然召集弟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机将毕，壳将归寂。随后他带领几名核心弟子再次进入断云岭深处，而这一次只有他一人返回。从此之后，他的踪迹彻底消失。有人说他羽化登仙，有人说他死于山中，但也有极少数文献暗示他可能选择了留在壳内，成为那套系统的一部分。更令人震撼的是，近代在湖北某地发现的一块战国竹简残片，上面刻着一句几乎无法解释的话：后世之人将以气观天，以术治世，然其源皆出鬼谷。这句话如果属实，那么鬼谷子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于战国，而是延伸到了整个文明发展的深层结构之中。当我们回看历史，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弟子几乎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列国格局，却又迅速隐退或消失，就像完成某种任务后被回收。而他们所推动的历史进程，又恰好为后来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基础。这种精确到令人不安的节奏，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有某种超越个人意志的力量在背后运作。也许鬼谷子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接口，一个连接人类文明与某种更高信息源的节点。他所传授的纵横之术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真正的核心是对趋势、概率与人性的极致理解。而这种理解可能并非完全来自人类自身。在所有关于鬼谷子的记载中，都缺少最关键的一环：他究竟从何而来，又最终去了哪里？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他留下的不只是弟子与学说，还有一个至今仍未被解开的谜题。如果一个人能够看见未来的结构，那么他所做的选择究竟是自由意志，还是早已被写入的结果？而当我们今天用数据、算法与模型去预测世界时，是否正在无意间重走一条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开启的道路？在断云岭的那场天机将毕的集会后，关于鬼谷子王许的最后一段岁月被埋藏在了一种超越时代的逻辑之中。据传，苏秦在离开云梦山前，曾最后一次进入那被称为内殿的石窟。那里的景象彻底颠覆了苏秦的认知。石窟内部并非凹凸不平的岩壁，而是呈现出一种接近绝对平面的物理形态。墙面呈现出一种深邃的闭塞金属质感，当火把靠近时，光线并不会发散，而是被某种力场束缚，形成了规整的几何光斑。鬼谷子正坐在一盘名为眼菊的装置前，那不是棋盘，而是一块悬浮在磁石基座上的透明晶体板。王许的手指在空中轻拨，晶体板上竟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红黑光点，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战国诸侯的一座城池。苏秦，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粮草与兵卒吗？王许头也不回地问道。苏秦躬身作答，师尊教诲，胜负在于势的嚣张。王许冷笑一声，指尖划过一个光点。所谓势，不过是信息商的坍缩。你看这齐秦二国，其国运波形正在发生耦合。我教你们的纵横术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律干预技术，通过极其微小的语言变量去触发一个庞大系统的非线性波动。这段记载出现在苏秦被刺后，其家人从其枕木夹层中寻得的帛书上。现代物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蝴蝶效应，而鬼谷子所教授的似乎是一套精确计算蝴蝶翅膀扇动频率的算法。张仪的手记中则提到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伪技术细节，他描述鬼谷子拥有一种名为玄微镜的器物，这并非打磨的铜镜，而是一盆始终保持绝对静止的水银状物质。诗引我观之，见咸阳宫内灯火晦明，甚至能闻秦王呼吸之声。张仪写道，这种超越地理限制的事实观察在当时被视为神迹。然而，若结合现代量子物理中的量子纠缠猜想，便会发现一丝诡异的重合。如果断云岭的壳是一个巨大的量子中继站，那么鬼谷子或许掌握了某种能够将特定地点的粒子信息进行实时映射的技术。鬼谷子曾对张仪说，天下万物皆有隐形的丝相连，
你在这头拨动琴弦，万里的那一头必有震动。纵横家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些纠缠在一起的节点。这解释了为什么苏秦与张仪两人，一个主合纵，一个主连横，看似水火不容，却合力将战国局势维持在一种微妙的高频震荡的平衡之中。他们并非在博弈，而是在共同完成一场关于社会系统压力测试的演化实验。在孙膑的兵法残篇中多次提到一个术语，度权量能。在传统解读中，这是指衡量敌我实力，但孙膑在与其弟子田忌的私密谈话中透露了视距系统的数学本质。诗言：人之行动皆有惯性，若能将其过往轨迹化为数，便可求得其未来之落点。孙膑在马陵之战中对庞涓的伏击，其精确度达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他不仅计算了庞涓行军的速度，甚至精准预测了庞涓在看到树干刻字时的心理反应时间，约在黄昏3刻，光线昏暗导致瞳孔收缩的特定瞬间。这种计算量即便在今天也需要复杂的布朗运动模型与心理动力学公式。鬼谷子传授给孙膑的极可能是一种简化的概率坍缩函数。他教导孙膑如何通过改变环境中的微小参量，如减灶的数量，迫使敌人的选择进入一个唯一的概率死角。公元前320年左右，也就是鬼谷子最后一次消失的前夕，云梦山周围的磁场发生了剧烈变动。据当地志载，山明6日，夜见青光冲天，林中百兽皆向谷而拜。当时的几名核心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均已下山，留在王许身边的是几名从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逝者。据后来唯一的幸存者描述，王许在进入那道切割过的空间时，身体表面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质感，就像他正在从这个3维世界中溢出。这不是死亡，王许对逝者说，这是回原。这个文明的逻辑太初级，无法承载更高维度的熵增。我留下的种子已足够让这颗行星完成其既定的演化路径。随后，断云岭发生了一场无声的坍塌，没有烟尘，没有巨响，只是那一处空间就像被从地图上抹去了，时间跳跃到20世纪末。在对量子计算的研究中，物理学家们意外发现，某些算法的底层逻辑竟与鬼谷子本经音符期数中的转元法高度契合。所谓的转元，在古文中解释为元者，行也，元而行之，无碍也。而在现代拓扑学中，这是一种处理非线性混沌系统的极佳策略。更令人不安的发现出现在湖北某地的一处战国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形状奇特的青铜器，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嵌套着数层可以独立旋转的圆环。经过计算机模拟还原，这竟然是一个极其精密的星系运行模拟器，其精度足以计算到数千年后的行星位置。这或许就是手札中提到的观星不扬手之法的硬件载体。随着那块刻有后世之人将以气观天的竹简被出土，原本沉寂的学界掀起了一场名为鬼谷纠缠的讨论。在深入分析这件青铜圆环器现被暂命名为云梦环的内部结构时，研究人员利用高能射线断层扫描 CT， 发现那些看似实心的青铜零件内部竟然蚀刻着细若发丝的螺旋纹路。这些纹路并非装饰，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流体逻辑电路。只要注入特定密度的水银，液态金属在重力与磁场的驱动下，就会在环扣间形成闭环回路。这本质上是一台液态金属逻辑计算机。苏秦曾提到的定引术，或许正是这台计算机的终端表现。手札载：师以此器投于水，引线千里外，敌将之星火，国之气运，皆化为赤白之线。如果我们将赤白之线理解为现代大数据中的热力图或矢量流场，那么鬼谷子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实现了对地缘政治的数字化建模。他教给弟子的不是如何说话，而是如何观察这套模拟系统中的逻辑漏洞，并精准地投下一枚足以引发系统崩溃的补丁。比如张仪那如刀锋般的游说词。关于庞涓之死，史料记载他死于万弩齐发之下，但在鬼谷子留下的本经音符深层解读中，庞涓的失败并非军事失误，而是一次维度的强行降解。鬼谷子曾教导庞涓形而上的兵法，却交给孙膑形而下的变通。他曾预言：捐者执于定势，病者游于变域，
在马陵之战的深夜，庞涓眼前的世界可能已经发生了异变。根据孙膑晚年的回忆录，一种极其罕见的帛书副本记载，庞涓在看到那棵包皮的大树时，身体周围的空间出现了奇怪的褶皱，就像他整个人被锁定在了一个狭小的因果律框架内，无论向哪个方向突围，最终都会回到那棵树下。这在现代伪科学猜想中被称为时空闭环。鬼谷子利用磁场遍布的段云岭作为基站，可能在某些局部战场布下了微型的逻辑陷阱。孙膑所做的仅仅是把庞涓引入那个预设好的概率已经坍缩为100%死亡的物理坐标点。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去世，张仪入位。在这一年的深秋，有人最后一次在云梦山的断崖边看到了王许。他并没有变老，与40年前失踪前的那个青年相比，他的外貌几乎凝固了。这符合物理学中关于时间膨胀的猜想。如果他常年处于段云岭那个高强度引力或磁场的核心区，即他口中的壳，那么他的主观时间流速将远慢于外界。王许站在断崖边，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下达了最后的指令：危险已断，此界的观测者身份即刻注销。随着这句话落下，整座段云岭的磁石山脉开始发出高频的啸叫，这种啸叫在当地民俗中被记录为天狗石山。现代地质勘探显示，段云岭下方的地层结构极其反常，存在着大量的人造中空结构，且这些结构的排列方式完美契合了分形几何的构造。它最终走入了那道裂缝，那不是岩石的缝隙，而是一道肉眼可见的光学折射面，像是一面立在林间的镜子。当它的身影完全没入镜面后，镜子碎裂成了无数晶莹的微粒，融入了云梦山的常年大雾中。下面进入科幻推理环节。如果鬼谷子真的是一个接口，那么他接入的那个系统究竟是什么？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假说是，人类文明其实是一场高度复杂的模拟。在某些关键的历史节点，由于模拟数据出现了偏差，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修正程序，进入文明内部。这个程序在战国时代的名字就叫王许。他教导苏秦、张仪是为了加速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过渡。因为只有高效率的组织结构才能产生足够的信息量供观测者收集。他教导孙膑、庞涓是为了测试人类在极限压力下的策略选择。直到今天，当我们打开手机，算法根据我们的喜好推送信息时，当我们利用 AI 预测股市走向时，当我们利用博弈论制定国家战略时，我们其实都在无意识地运行着王许留下来的那套底层逻辑。在湖北出土的残篇末尾还有半句未被解读出的古篆文字，经过红外多光谱分析，那段文字的意思大概是：当万物皆可计算之日，便是壳重新开启之时。2026年，距离鬼谷子消失已经过去了近2400年。在云梦山的一处现代地质观测站里，一台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仪突然捕捉到了一个极短的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极有规律，经过超级计算机的破译，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自然天体波动。信号的波形在屏幕上缓缓勾勒出了一个极其古老的符号，那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印章图样，中间交织着现代物理学中的弦理论模型图谱。在山谷深处，那些遍布的磁石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开始微微颤动。或许王许从未真正离开，他只是把自己编码进了这片土地的磁场中，化作了某种永恒运行的后台进程，在暗处冷冷地注视着，看着他2000年前亲手种下的因，如何在这个数字时代结出最终的果。历史并没有真相，只有被观测到的断面，而鬼谷子就是那个握着切片刀的人。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